我如今唯恐宫中有变，当务之急便是要尽快离开破灵镇。只是庞太师在一旁伺机而动，想先行一步，实属不易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只不过恐怕要委屈王爷了。且说来听听。狸猫换太子。每次出门都觉得带的东西少，怎么收拾起来这么麻烦啊？南姐姐，你终于收拾完了，这太阳都快下山了。展小昭，你是不是头大？现在明明才上午，我们下午才走，你就是故意找茬。你也知道啊。梅神医，叨扰了。梅娘突然来访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白姑娘的名讳应该是阮籍的阮字吧？正是啊。想来何仙姑果真是白姑娘的奶娘，我与何仙姑师从一人，她是我师姐。那日你们问我破灵阵的渊源时，提到过何仙姑。当时我与你们初次相见不甚了解，不敢袒露实情。现在你等身份既经层层验证，我也可与你们坦诚相待了。难道您知道阿荣姐姐的身世？师姐曾交给我一封信，说有关白姑娘身世的答案就在信中。奶娘可曾交代别的事？除了让我转交这封信之外，并未提及其他。既然信已送到，我这就告辞了。谢谢梅神医，那我送送您。故园渺何处，归思方悠哉。淮南秋雨夜，高斋闻雁来。淮南，这诗里面提到了淮南，阿荣姐姐会不会是淮南人啊？提到淮南就是淮南人呀，要真这么简单，还写什么诗呀？故乡渺渺，不知身在何处。归思之意正浓，淮南秋夜正下着雨，却在书斋之中听见大雁的叫声，好像只是表达思乡之情，从字面意思根本看不出什么。这说和不说没区别啊。诗里面提到淮南的书斋，真正的秘密是不是藏在书斋里啊？不过淮南那么大，到底藏在哪个书斋呢？哎，这是唐朝韦应物的诗，莫非你想说小白身世的秘密是藏在韦公的书斋里？那也不是不可能啊。若照你们这么说，那能想的可就多了。这首诗是韦公出任滁州刺史时所写，他本是长安人，指不准小白的老家还在长安。包大哥，是不是信纸上有什么猫腻？
看上去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不过这首诗倒让我想到一个人。谁？燕无形。哈？不是吧？展昭看字猜地方也就算了，你看字猜人，有一个燕字就是燕无形了。哎，来，你们看，第一句，故园渺何处，归思方悠哉。这一句有什么问题吗？既然思乡情切，又怎会不知道故乡在哪儿？接着往下看，淮南秋雨夜，应是因雨夜之故，故看不清道路，辨不清方向。燕无形，行者道也。无形，想简单一些，也就是没有道路。正是。来，咱们看最后一句，高斋闻雁来。韦公到达滁州时，正好是秋天，此时大雁从北方向南方迁徙。那么飞来的大雁是否来自故乡呢？人一时找不到归乡之路，那么大雁会不会知道？前3句隐藏无形2个字，最后一句的雁，既是信，也代指传递故乡消息。竟然还可以这样解。我也是受展昭影响，试着从字面上去解，也不一定会准。哎，这个解释确实是有几分道理。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？这首诗肯定是想告诉我们这个。现在去问问不就知道了？对啊，走。燕大哥，燕大哥，哎，燕大哥，燕大哥，包大哥，没人啊！驻听风声，云深无雁影。你猜的没错，燕无形一定知道我父母的消息。这个燕无形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知道阿阮在寻亲，竟然还一声不吭就跑走了。八成是不想说，不想说，还会留下信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大概是钓鱼的钩子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这个燕无形挺有意思，以阿阮的性子，线索只要未断，就一定会找下去。他才认识阿阮几天啊，就能对症下药了。这么想想，他当初用破灵阵制将我们引入万灵密阁，说不定也另有情由。细究燕无形之行事，颇像是被人私下豢养的暗卫。依我之见，除了破红魔之外，这些天他也一直在暗中保护皇上。他即便不是皇上身边的侍卫，他也和皇上必然有什么关系。先前皇上曾独自外出，想来是与他会面。此时燕无形一定以往京中。那咱们赶快上路吧。呸！说什么上路，这么不讲究。走吧。接下来要启程进京了，我们一起去和他们辞行吧。你去吧。庞太师尚未找到李妃娘娘下落，未必愿意放行，言辞注意些，莫要得罪人。你们不和我一起去吗？我不是不想陪你去，是怕万一忍不住动口。我和南妹妹不一样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去？
我是怕去了，忍不住动手。包大哥，那我也先回去了，您保重啊。太师，我等因2个案子也耽搁不少时日，如今科举将至，需尽快进京，故而特来辞行。案情尚有许多不明之处，你便打算一走了之？太师明鉴，包拯查案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朝廷是人才济济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就可以水落石出。罢了，到底是前程要紧啊！老夫也不为难你。多谢太师。皇上离开之前，曾经召见过你。是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多罗姑娘，这座盆栽是我娘初入破灵阵时亲手雕制的，如今虽故人不在，她却情貌依旧。即便这座盆栽永不枯萎，可它终归不是真的。只要能天天见到它，真的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何况假作真时真亦假，仿真仿的久了，假的便也成了真的。包公子是来与我辞行的吗？我等今日就要启程进京了。我们初次相见，也是在此处，短短几日，仿佛已经沧海桑田。说到底，人世无常，才是世间最难解的谜案。这人世虽然无常，但也可期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那位故人终会回来的。太迟了。最想要的东西，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完美，即便将来能够圆满，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。
于你而言，什么样的结局最为难得？此父经年，过尽千帆人皆散，侧手犹望他。愿来日，北雁归时，跃马西楼。对了，方才我见庞太师好似在嘱咐父亲些什么，怕是与你们有关。庞太师的算盘我已猜到大半。既提及此事，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姑娘能否助之？自然。阿整，走吧，请。多罗妹妹保重，你们也是。太师，包拯等人已经走了。你好生招待王爷，万万不可有所闪失。是，太师。后面已经没人跟着了。庞太师不是个好糊弄的人，包拯这一计啊，风险颇大。好在一切顺利。越精明的人想得越复杂。对付庞太时，越露行迹的计谋，说不定越有奇效。想必他万万料不到，有人竟然会如此明目张胆地回敬他一个狸猫换太子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留在房间里的人，居然是包拯。只是庞太师为占得先机，定会想办法先我一步回京。恐怕包拯不好脱身呢。他们要办主的是王爷，不会与我们有过多纠缠。即便到时候恼羞成怒，刀剑相向，有展昭这个百中无一的好手，不会吃亏。王爷尽管放心便是。那好，本王便在京城等你们了。王爷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回禀太妃，属下已将何仙姑的书信交给梅娘，此时书信应该已经在白软软手上。如此一来，他必会入京寻你，终不枉费我费尽心思将人引到他们身边。娘娘，当初您将白软软引去包拯身边，齐奶娘又牵扯到宫中之案，如今再设此局，难道是他的父母亦与案情有关？这不是你该问的事。属下失言，请娘娘降罪。罢了，这一桩桩疑案，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，都与八贤王和庞太师脱不了干系。这宫里头眼见着就要变天了，日后的好戏还多着呢。哎呀，阿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要不我去看看。展昭已回到破灵镇暗中接应，不会有事，再耐心等等。兰姐姐，阿软姐姐，哎，他们来了。阿整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被包大哥玉树临风的样子惊到了？阿整本来就很好看。当初进破灵镇寻亲，从没想过会发生这么多事。可不是嘛！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比我做贼还刺激。那你可太过谦虚了。你冷笑什么？我说的哪里不对啊？就说最近这一桩案子，要是平常人一辈子也难碰到一个。你们倒好，走到哪儿就是案发现场。哎，我说南天竺，你这话我这么不爱听呢。善医者常遇病患，善蛊者常遇商机。该因他们精于医道商事，有一双比常人更易于发现的眼睛。若是名声在外啊，还会有机遇自动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南天竺虽是一句无心之语，但有些巧合，着实经不起细想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怀疑这一回，也并不是巧合。不是巧合。对了，当初我们问路的时候，那个指路的老伯确实有些奇怪，八成是有心人故意引我们去破灵镇。不仅如此，连破红魔和司徒莫心似乎都提前知晓我们将至破灵镇，暗中操控这一切的人，必然对我们的事情了如指掌，否则不可能早早在这里等着。我甚至怀疑，我们与阿软的初次相遇，也是有人精心谋划。八贤王和庞太师在破灵镇见到我们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，应该也是知道我们的行踪。会不会是他们？难说。听你们这么一说，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去破灵镇，只有我们不知道有人知道我们要去破灵镇。难为你这脑子还能说出如此拗口的话。你若有一日不挖苦，估计啊，你连呼吸都是苍白的。哎呦，我头一回听说呼吸还有苍白一说呢。有道是世事无常，人心都能是苍白的，呼吸怎么不能？唉，近来的案子，不禁让我越发明白：生而为人，勿忘存善根。明恻隐，便好恶；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我们将来要做的，不仅是大公至正，还有守护人与真相的价值。要与恶念战，亦为善念战。善恶相搏，要时刻谨防自己变成恶人，或者又易冷心、冷情。如此，安能在若干年后道一句“不负初心”？包拯，你能吗？我能啊。不信，那不如你，若干年之后再来问问。好，好。时不我待，咱们赶紧去找阿策，一起启程进京吧。嗯，走。好。
你能先行一步，但等到了京城，万事就由不得